美女突然发现自己的假体暴露出来，为了不被人发现，她硬生生将假体挤到了肚皮的位置。可让她做梦也没想到的是，无良医生给自己安装的假体竟然是一根鸡腿。这就是2024年评分最高的惊悚电影《某种物质》，它以最真实的镜头揭露了女明星为永葆青春到底有多疯狂。伊丽莎白是影史上最著名的演员之一，出色的演技加上超高的颜值，让她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但时过境迁，她老了，逐渐过气，在星光大道上的星星砖也开始老化，裂痕就像她脸上的皱纹不断加深，但无人在意，甚至于路人不小心打翻了快餐，番茄酱糊满了她的名字。曾经的尤物青春不在，如今伊丽莎白仅剩一档早间健美操的节目，这也是她当年的成名之作。其实就算她老了，身材也是一等一的棒。走廊里依旧挂满了她的海报，路过工作人员纷纷跟她打招呼。走到卫生间门口，才发现女厕在维修。伊丽莎白一时尿急，转身进了男厕，也因此听到了台里领导哈维的电话。他催人赶紧找个年轻新人取代伊丽莎白。哈维格外面目可憎。他离开后，伊丽莎白才从隔间出来，刚才的神采荡然无存。哈维很快就跟他摊了牌，刚好一个工作伙伴进来，哈维立刻撇下伊丽莎白，上前打起了招呼。伊丽莎白呆在原地，只见一只苍蝇不慎掉进了酒杯里，几经挣扎最终溺毙。浑浑噩噩的白姐在路上发现自己仅有的广告牌也开始拆卸，白姐一惊，没注意看路，不慎出了车祸，还好送到医院并无大碍。医生也注意到这天是她的生日，也祝她生日快乐。可这时的她已经意识到生日不过是又老了1岁，瞬间绷不住哭了出来。医生有些尴尬，借口离开了白姐。白姐也欲起身，却被医术小哥拦了下来。此人手上有块特殊的痕迹，他重新检查了白姐的心跳和脊柱状况，然后莫名来了一句。起初白姐并没有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，但走到医院门口的她却发现兜里多了块 U 盘。原来人们已经研究出一种特殊物质，只需1针就能让体内细胞重获新生，并且能分裂出一个更加年轻的自己。莫非这就是返老还童？但白姐并没有把这种无稽之谈放在心上，而是扔掉之后来到酒吧买醉，看桌边上青春靓丽的女孩，自己当初又何尝不是炙手可热的女王？为了重回巅峰，白姐找回 U 盘并拨通了上面的电话。第二天，她就收到一张503号码牌，顺着地址来到一个地下私人诊所。可是看着门面怎么也不像能取得重大科研成果的地方，白姐还是尝试着刷开了大门，从狗洞钻进去，没想到里面竟然别有洞天，墙边有几百个柜子。白姐从标有503的柜子里取回一个纸箱，打开一看，映入眼帘的是绿色的药剂针管以及缝合用的剪刀针线，接着是一套抽取设备，标注着1至7的字样，一套血液交换装置，2袋营养液，还有2张白纸，分别写的是每星期1个循环，以及一句醒目的话：记住你是唯一的。白姐立即按照要求脱光衣服，然后迫不及待地拿起小药瓶，抽了一管就打了下去。然而下一秒，她就一头栽倒在地，伴随着浑身剧烈的疼痛，眼球瞬间分裂成2个，接着从后背竟然伸出来一条腿。等白姐再次醒来，就立即发现自己的手变得白嫩无比，她真的又回到了20岁，而且瞳孔周围还散发着诱人的黄色光芒。反观白姐那副苍老的臭皮囊，已经躺在地上没了动静。小白随即拿出诊所提供的针线，将白姐的后背缝了起来，接着拿出营养液插进静脉血管。现在小白虽然继承了白姐所有的记忆，但思维上却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。正高兴的时候，突然一股鼻血喷了出来。小白随即想起自己还没有注射稳定剂，于是拿出针管插进白姐的脊柱，用抽取器抽出7瓶骨髓液，这足可以维持她1周的用量。随着稳定剂的注入，小白也彻底容光焕发，于是赶紧到商店买了一套性感运动衣，接着便来到原来的栏目组应聘。超高的颜值立即得到台长的青睐，但小白却跟台长表示自己只能干7天休7天，因为还要回家照顾妈妈。就这样，完美的小白被电视台重点打造。7天很快过去，他插上交换针换回了白姐的身体。被黑暗笼罩了1周的白姐也在痛苦中醒来，看着眼前稚嫩的脸庞，她不敢相信自己还能变得这么美。补充了一波能量之后，白姐来到电视台公司之后，哪知却被台长无情地赶了出来。但白姐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在规划好她跟小白的轮换时间后，来到诊所取回下周所需的营养液，接着便是享受生活的时候。很快7天过去，两人又来到交换的时间。复活后的小白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，于是在浴室的墙上凿了一个大洞，接着把昏睡的白姐关在了里面。在电视台的大力宣传下，小白的栏目立即受到追捧，他也一跃成为不可或缺的台柱子。然而7天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，这次本来该白姐复活，但小白却带回来一个小鲜肉。为了不虚度良宵，他只好让白姐再忍耐1个晚上。殊不知正是自己这个越界的行为，差点让她暴露了身份。就在小白跟男友准备要进一步发展时，突然鼻血狂喷而出，小白赶紧来到浴室，怎料所有的稳定剂都用光了。为了不耽误自己的好事，他又狠心抽取了1格白姐的骨髓。随着稳定剂扎进大腿，
小白立即变得美艳无比。然而在跟男友狂欢时，却发生了恐怖的一幕。白姐从噩梦中惊醒，发现小白就躺在自己身边。等她挣扎着来到客厅，这才知道那个年轻的自己昨晚都干了什么。窗户上还贴着小鲜肉的留言。这时白姐发现自己的一根手指已经完全老化，她赶紧打电话给地下诊所说明情况，结果对方却表示没办法补救，因为另一个身体消耗的时间同样也作用在了本体上，而时间是不可逆的。愤怒的白姐把小鲜肉的东西全都扔出门外，并下决心再也不会因为贪玩而透支自己。然而当她看到电视机里青春靓丽的小白时，又开始变得不能自拔。在她外出吃饭时，遇见了一个老头，谁知他上来就说很难熬，对吗？白姐立马懵了，她怎么会知道自己的秘密？然而下一秒，她就从老头掉落的皮夹里看到了一张写有207号码的卡片，而后背也有一条长长的伤疤。这时白姐才意识到，原来这个老家伙就是介绍自己入坑的那个男护士。回到家门口，却正好遇见小白昨晚找来的小鲜肉，一个替代品都可以有朋友，而自己这个本体却陷入了深深的孤独。白姐想到了那个老同学弗雷德，只有他欣赏现在的自己。她连忙翻出那张肮脏褶皱的纸条，给弗雷德打去了电话，问他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，想通过男人的肯定来确定自己的价值。白姐精心打扮了一番，然而看到地上小白精致的面容，一股自惭形秽的感觉涌上心头，于是开始一遍又一遍的重新化妆。可无论怎么捯饬，自己都跟小白相差天地，这种感觉让她愈发崩溃，根本不敢出去见人。接下来的几天就在这种煎熬中度过，终于来到交换的日子。容光焕发的小白再次闪亮登场，哪知在录节目时却突然出现了意外。为了不被人发现，小白趁着别人看回放的时候，赶紧来到卫生间，可掏出来的东西却让他彻底傻了眼，那竟然是一根还没吃完的鸡腿。小白从噩梦中惊醒，不过好在那都是自己的幻觉。他来到客厅，这才知道白姐在这7天都干了什么。满腔怒火的小白来到电视台，却被通知栏目取消了，并且台长还在办公室等着要见他。就在小白以为自己的秘密被发现了时，却被台长告知，由于他的节目收视率创下纪录，因此决定让小白担当节目主持人。为了不耽误彩排，他又一次违反了7天规则，并不断从机体榨取维持剂，每次都说再多1天就好。可最终等换回身体时，他整个半边身子都已衰老得不成样子，这个样子已经彻底没法见人了。他知道自己该停下来，但又不舍得放下。电视上播着小白的采访，但电视前的他却连动一下都困难，右腿过分肿胀，衰老关节活动一下都疼痛难忍。他变本加厉地通过食物发泄，大家都在追捧小白，却没有人喜欢原本的他。白姐愈发不平衡，以至于开始把完美体的自己当成了敌对者，忍不住心生嫉妒，干脆用报纸糊上了窗，不想再看见小白的脸。他也想让自己停下来。做伊丽莎白时，他希望自己自控，不要过度贪婪；而做小白时，他又埋怨自己太过自暴自弃。当小白醒来后，看到白姐的战场，决定再也不去忍受这个令人作呕的老太婆。他找来大量的容器，准备一次性抽干白姐所有的脊髓，这样他就不用再跟这个老家伙进行一次次交换。然而这种杀鸡取卵的行为也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这天小白又带男友回来狂欢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她从容的准备去抽取维持剂，却发现机体已被彻底榨干。小白赶紧给医院打电话，但得到的回答却是需要立即跟白姐换回来，只有让她复活，才能源源不断的产生新的骨髓液。听到这话，小白当即瘫倒在地，不过为了活命，她还是爬回浴室跟白姐换了回来。床上做着春梦的男友终于发觉不正常，等他来到卫生间，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落荒而逃。原来出现在浴室的竟然是一个又老又丑的老太婆。一心只想追求年轻的白姐终于尝到了苦头，她跟诊所要求立即终止实验，然后将自己包裹好，出门来到指定地点取回终止液。可当她把小白拖出来，将针管插进她的胸口时，却突然犹豫了。都说容颜是女人的第2生命，现如今却要忍痛将其杀死。白姐心中万般不舍，想起当初自己站在聚光灯下的情景，她就更下不去手了。反悔的白姐赶紧给小白做抢救措施，随着新鲜血液的输入，小白也从昏迷中醒来。但奇怪的是，这次2人并没有交换成功，反而同时拥有了独立的意识。小白看到地上没有注射完的终止液，立马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看来眼前这个老太婆竟然想要自己的命，于是上去就是一脚，直接将白姐送去了地狱。可没了稳定液的来源，她也会马上枯萎。但小白还是坚持来到了电视台，只要撑过了今晚的跨年晚会，那就是立马死了也值了。然而现实却总是跟梦想相差太远，没有稳定剂支撑的他很快就出了问题，满嘴洁白的牙齿竟然全都掉光了。就在他准备回去从尸体上再抽点的时候，却正好被台长和一众富豪拦住。此时的小白有苦难言，只能勉强抿着嘴打发走一众富豪。路上他的指甲和耳朵也开始脱落。小白赶紧回到家中，突然想起还有半瓶医生给的药，正是这种液体让自己成功分裂出了年轻的自己。如今母体已经死了，只能寄希望于自己这个冒牌货，然后再生产出一个更加年轻漂亮的自己。然而事情却远远超出了预期，分裂是分裂了，新的自己也产生了，但他的样貌却完全不是小白想要的样子。
那竟然是一个和白姐相结合的怪物，后背上还长着伊丽莎白的脸，但她还是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将自己年轻时的海报贴在脸上，就这样一路来到电视台，出现在了聚光灯下。然而走上舞台，观众直接吓愣了，照片从脸上滑落，所有人都被他的样子吓得屁滚尿流。看着这些只在意外表的伪善男人，白姐愤怒地将自己化身成了一个消防栓，将体内混有药物的鲜血全部泼洒在了他们身上，直到自己也爆裂成为了一滩烂泥，只留下一张脸，爬回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星上。直到天亮前，伊丽莎白化成了一滩血水，就像片头那滩不小心撒上的番茄酱一般，无人在意。清洁车轻轻扫过，就像她从未出现过，留下的只有那一块充满了岁月痕迹的符号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科学家意外接收到一条来自织女星的电磁信号，研究后发现该频率似乎是某种影像讯号，可当接入显示器时，画面中出现的竟是希特勒的奥运开幕演讲。他经过26年的旅行后到达了织女星，然后被放大传了回来。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小美参加新闻发布会时，突然接到同事急电，原来肯特在经过整合研究后发现，当时发出的电视录像为1秒25帧，可接收到的却是1秒50帧，多出的图像顶端有许多数字编码，合计足有上万页之多。经过日以继夜的解码工作后，小美得到了一份工程图纸，貌似是某种运输器。可让她没想到的是，研究刚出现重大突破，在座的国家高层就给她泼了一盆冷水，认为外星人又不是吃饱了撑得慌，根本没理由大费周章给人类分享自己的科技，所以他们怀疑这或许是某种毁灭性武器。小美觉得不可能，毕竟一个高级文明想要毁灭人类，压根没必要玩阴谋诡计。双方各执一词，据理力争，直到总统克林顿到来后才得以平息。不过对方也不敢轻易做出决策，决定暂缓机器制造计划。小美虽心有不甘，也只能乖乖接受。可当晚意外却发生了，小美跟老情人杰克在参加科学家晚宴时，突然接到白宫急电，原来是科学家内部出现奸细，悄悄将外星图纸泄露给了媒体，甚至连小美的运输器假设都已经公之于众。众人对此感到匪夷所思，唯独首席科学顾问大卫流露出一丝得逞的笑容。克林顿更是彻底坐不住，十分担心被其他国家率先获取到外星科技，于是星夜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联合多国一起出资建造飞船，唯一的宇航员也是从各国中选拔。受邀国对此积极响应，纷纷推出本国顶尖人才参加，甚至为了几个候选名额，在国际上吵得不可开交。唯独日本毫不在意，竟主动宣布放弃候选人资格，以换取利润极高的飞船工程承包权。小美作为第一发现人，自然在美国候选名单内，再加上杰克又是评审员之一，靠着这2层关系，他几乎已经板上钉钉。因为其他评审大部分也是美国人，不料老情人竟在面试时突然被刺，问了他一个致命的问题，抓住小美不相信上帝这个致命污点。因为他们认为全球95%的人都相信，只有拥有同样信仰的人类才能代表全地球。老情人明白这么做会招来小美的怨恨，但他更清楚作为先驱者的危险。小美不出意外的落选，而同样不相信神学的大卫却撒谎称自己是最忠实的信徒，成功获得资格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数月后设备建造成功，经过各国学者的研究，他们得出一个相对合理的发射原理：飞船座舱释放落下后，通过动力环转动的空隙进入其中，待加速到一定程度后，瞬间爆发的能量就会将座舱以超光速弹射向外太空。当然，上面也只是人类身为低等文明的猜测，真相只有得到真正发射后才能知晓。世界各国人民齐聚基地外围，只为亲眼见证这一即将载入史册的壮举。而自幼向往外星文明的小美，此时正站在指挥室，远远目睹着别人去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临近测试时，小美突然惊恐地发现，操作间内竟然混进去一个外星阴谋论的狂热拥护者。2人曾在国家宴会厅外有过一面之缘，由于对方是抗议队伍的煽动者，所以小美对他印象十分深刻。小美也第一时间将消息通知大卫，可为时已晚。金毛哥在多重围堵下，仍旧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烈性炸药。300亿美刀投资，人类与外星人首次接触的传输机器彻底毁了。正当小美失落之际，彼时却突然在家里的电视上接收到俄罗斯空间站的视频电话。小美意识到电视已经被人改装过，而真正想要联系她的其实是之前资助过她研究的幕后金主赫顿。对方是个世界传奇工程师，外星代码的破解规则也是他所发现，只可惜晚年不幸患上癌症。而对方之所以联系小美，是想告诉她外星探索之旅并没有破灭，因为在日本的北海道还建造了一个保密的发射基地，而负责建造的日本承包商正是赫顿工业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公司。突如其来的好运让小美兴奋不已，当即便出发前往日本北海道。可发射前，设计师却突然告诉小美，他们在不影响太空船运行的基础上，
往舱内增加了安全座椅，并且医生还递给他一粒安乐死的毒药。毕竟长达26光年的旅途中，难保会出现意外。小美见状，内心不免升起一股恐惧。临行前，杰克特意来到基地告别，并将自己的指南针吊坠送给对方，希望他能够平安归来。却殊不知，正是这条项链意外救下了小美一命。转眼来到发射前夕，待一切准备工作就绪，指挥室开始操控机械臂位。飞船安装盖板设计之精密，肉眼几乎完全看不出任何重合的痕迹。小美测试灯光正常后，总指挥便下达了加速指令。可随着速度越来越快，指挥室却从小美的耳机中接收到大量的低频杂音。同时，小美也惊讶地发现，飞船底部出现一股自然光，光线闪烁间，脚下也慢慢开始透明化，甚至能直接看到下面旋转的动力环。她想通知指挥室，不料通讯系统早已受到电磁干扰，声音画面断断续续，压根无法进行交流。但设备整体运行却并未出现异常，于是总指挥直接下令任务继续。伴随着一阵强光从动力环中绽放，速度到达峰值，指挥室突然检测到飞船四周的电磁强度已经无上限，超过安全范围。副指挥建议取消任务，总指挥当机立断，准备随时按下按钮。谁知下一秒，联络员竟从杂音中听出小美一直在说没问题，开始宣读发射倒计时。然而才刚数到一半，电磁波的强度便出现瞬间暴涨，差点将众人脚下的万吨巨轮当场掀翻。好在没影响到座舱释放，随着巨大的金属圆球成功掉入光芒中央。小美也惊讶地发现自己正在一条光晕隧道中急速前进。钟小美尝试呼叫指挥部，但压根接收不到一丝信号，多次呼叫总部无果的小美见状，连忙强压恐惧，开始记录眼前的一切。本打算仔细观摩一番，不料下一秒时间穿梭便再次启动，速度比之前更加迅速。稍微平复下状态，小美发现自己来到了一颗陌生星球的上空。该星系拥有大大小小4个太阳，美得令人陶醉。转眼又进入时空道，而且与以往不同，这次的震感十分剧烈，就连小美口袋的吊坠都不慎飘出。眼看定情信物正在渐渐远离，小美决定解开安全带上前去拿，却发现离开座位后，座舱猛然被吸附在洞口，灯光系统损坏，小美只能点亮手电筒，光线透过底座能看到外面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她已经来到织女星范围内，景色壮观到小美已经无法用文字形容，渐渐沉醉其中，陷入昏睡。恍惚间，她被一股不知名力量承托着，来到织女星某处的海岸。眼前的一切如梦幻般不真实，又貌似与地球并无两样。坐落在头顶上空的美丽星云，证明小美已经来到了目的地。她伸出手想要触摸，却发现周围似乎存在着某种屏障。就在小美对此感到费解时，一个人影渐渐从不远处浮现，来人竟然是自己死去多年的父亲。对方不仅是小美的父亲，也是她天文学的启蒙老师。虽然父亲的学历并不高，但他总会认真回答小美的每一个幼稚问题，小美便对天文学产生浓厚兴趣。只不过在她刚上小学时，父亲便因心肌梗塞离开人世，小美从此孤身一人。如今再次见到父亲，小美简直激动到了极点，但同时她也明白，人死不能复生，眼前之人根本不是父亲。原来外星人为避免惊到小美，特意幻化出来的外形。小美瞬间恢复清醒，询问对方为什么要跟人类接触，没想到男人对此直接否认，表示他们只是为了倾听其他文明的声音。在这颗星球上居住着许许多多受到召唤而来的外星种族，并且他也没见过织女星的原住文明。小美听后更加一头雾水，不明白原住民为什么要召唤人类前来。男人解释，当一个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，不免会开始思考自己在宇宙的定位，从而因此感到失落、疏离和孤独。而在长时间搜索外星文明的过程中，他们已经找到了消除空虚的办法，那就是文明之间彼此接触。小美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办，不料男人却要赶她离开，表示以后两人还会见面。小美听后急忙阻止，自己作为外星大使来交涉，如果什么实质信息都没带回去，岂不是白来一场？男人认为不可操之过急，小美虽心有不甘，但也只能最后看一眼此地的满天繁星后，在一片瞬间爆发的强光中回到地球。通讯系统也在此刻恢复正常，听到总指挥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小美顿时满脸的惊讶，因为按照现有的时间理论，自己往返26光年，地球应该已经过去了52年，可总指挥却告诉她，座舱根本没有弹射出去释放下去，直接便掉进了水里。小美确信自己到达了织女星，但令她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摄像机竟然什么都没有拍到，只有一些杂音。见小美依旧不愿相信，官员直接放出当时的发射录像。座舱放下后，中途压根没有丝毫停顿，便直接掉进水里。消息很快传遍全世界，人们对此议论纷纷。国科院当即召开听证会，对小美进行全球直播的调查。小美尝试想借用人类科学解释自己为何会一瞬间就回到地球，
但不管他怎么说，都存在致命的漏洞，因为科学理论需要验证过才能站得住脚，所以时空隧道只能算作假设，小美没法证明，也就意味着理论上不存在。他们如此大费周章，只为能见人类一面，却又什么都不告诉你，逻辑上根本不成立。鲍勃怀疑从一开始外星信号就是小美伪造的，直接搬出小美幕后的金主赫顿，对方不仅财力雄厚，本身的科研实力也是屈指可数，并且劣迹斑斑，所以鲍勃怀疑一切都是赫顿临死前精心布置的骗局，为让世界人民包括小美研究不切实际的外星人，消耗各个国家的财政储备。小美深知不是真相，可拿不出证据，只能妥协。作为一个科学家，小梅可以接受质疑的声音存在，但无法否认已经发生的事实。到这或许她已经明白，外星人为何什么都不说。一个高级文明如果将信息传递给低级文明，对方根本就无法理解，只能使其整日活在困惑当中。所以外星人邀请人类前去，只是想让他们知道，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孤单。具体有没有见过外星文明并不重要，等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双方自然会相遇。这也是外星人为何要告诉小美，两人以后还会见面。小美得不到理解，在杰克的陪伴下离开会议厅，却被外面的场景彻底惊呆。底下聚集着大量的民众，由于困惑得不到解答，部分人开始将外星人当作是神，小美则是那个唯一见过神的人类。许多人想与其握手，以求沾染一丝圣光。令小美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国科院院长竟然选择相信，并且还打算给小美追加科研经费。因为他在查看录像时发现，画面中虽然只有杂音，但在座舱掉落的一瞬间却录了有18个小时，这足以证明小美所言非虚。不过从鲍勃毫不意外的表情不难看出，他应该早就发现了。可画面的录制时间并不能作为证据，贸然公布出去只会引发国内外舆论，所以必须有人为纳税人的钱背锅。比如已经死去的赫顿。转眼来到几个月后，小美作为一个神秘的传奇人物，经常有孩子们来天文台询问她究竟有没有外星人。此时的她已不再极力为自己证明，不如留下一丝悬念，让后来者去探索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这个女人正大踏步地往前走，可突然间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，女人不敢相信，慢慢抬起右手向前摸，身前像是有一块隐形墙，阻挡了前进的道路。她伸出双手向边缘试探，却发现竟是和墙体连接在一起，根本没有一丝缝隙。女人沉思许久，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她坐在岩石边等待了一会，不甘心的她站起身了，再次慢慢的靠近。好吧，还是一样的。为了能逃离这里，女人只能原路返回，准备寻找别的出口。走了许久，女人看见了2个老人，她欣喜若狂，刚想上前打招呼，却无意中又触碰到隐形墙。她开始慌了，四处乱摸，用力的捶打，想引起老人的注意。然而当女人静下心来观察的时候，发现老人手中接的水在哗哗流动，树叶被微风拍打的跳动着，唯独2个老人摆着的姿势许久未动过半分，像是被定住了一样。小美内心又开始不安起来，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。这部电影并没有告诉我们女主角叫什么名字，所以我们先叫她小美。前一天刚和朋友来这村子度假，刚到达目的地，同事们就兴冲冲地出去散步，想好好的呼吸一下这新鲜的空气。小美则留下休息，而狗子也不想动弹，便一起留了下来。当晚1人1狗早早入睡，也正是在这一晚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第二天，小美起得并不早，她下楼寻找同伴，却没发现同伴的身影，里里外外都呼唤了个遍，依旧没有见到。房间里的摆设也并未有人动过的痕迹，她不禁担心2个人是发生了意外。小美带着狗子去寻找他们，他们走到来时的小道上，狗也循着气味向前奔跑。就在这时，脱离小美视线的狗发出了惨叫声。等到小美近距离观察的时候，却发现狗子再也不敢向前迈动一步，并未发现异常的小美大踏步地走在前面，不料竟一头撞上了一堵空气墙。原来狗子也是在撞到墙之后害怕了，他用手轻轻触摸，只传来一阵冰冰凉的感觉，旁边已经和山融为一体，没有一丝缝隙。他清楚地记得昨天开车通过这里的时候畅通无阻，怎么才过几个小时就出不去了？过了一会，女人又来摸空气墙，看来这里是出不去了。小美只能回到住处，这里的进出只有一条路，这可怎么办？一连半个月，小美每天都去看公鸡墙消失了没有，次次都是无功而返。深夜，小美听到外面传来异响，她缓慢起身，掀开被子走到门口处。正当她想出门查看情况时，小美有点不知所措，举起双手抚摸着这透明的墙体，看到连房间都出不去，小美崩溃地放声大叫。原来这是一场噩梦。她慵懒地从床上站了下来，轻轻地打开房门，伸出双手向外试探，还好能出来。在这里，小美生活了几个月，每天都在试图寻找出去的方法，可却没有半点收获。而那2个老人也从未动过。小美开始有点紧张，几个月过来，要是真人死了的，也该慢慢腐蚀了。
想到这里，小美一阵后怕，她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多待了。说干就干，小美灵机一动，又想出了新的方法。她坐进一辆红色汽车，将音乐开到最大，目视前方，一脚油门下去，径直地冲向透明墙。车子在极大的冲击中破烂不堪，小美的额头也生生撞出了一个血洞。可这面透明墙却没有半点破损的意思，绝望的感觉让她再度崩溃，甚至想要尝试自杀来救赎自己。但又想到自己离去后就无人照顾狗子，最终她还是选择要坚强地活下去。既然要活下去，首先解决的就是温饱问题。为了能在这里生存下去，小美带上狗，在松软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，偶尔嘴馋想开荤，就直接带着狗拿着猎枪来到山上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就在这天，屋外下起了小雨。静坐屋内避雨的小美听到外面传来动静，她起身打开门一看，发现一只落汤猫正在栏杆上卧着。小美心有不忍，将它救了下来。就这样，在小美身边又多了一个伙伴，虽然不能讲话，但起码能够陪伴在自己身边。到了清晨，小美又踏上寻找离开这里的方法。她带着狗来到了山上，刚到半山腰，狗就发出一阵阵叫声。当小美向前望去的时候，发现眼前竟然有一头怀孕的母牛。这次小美并没有选择猎杀，而是将它带回家养在棚里。就这样，一人一狗一猫一牛，开启了全新的生活。小美发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过得也是极为舒坦，慢慢的打消了离开这里的念头。每天将牛放养在山上，自己和狗狗靠在枯木上，享受微弱的阳光照耀在自己身上。这年冬天发生了2件事情，首先母牛产下了一头小牛，其次呢，猫咪也生下了一只小猫。但这年不巧发生了焚风，焚风是一种山区特有的气象，当空气从高山下沉到山谷时呢，山谷的温度便会急剧上升，甚至燥热难忍。小猫就是忍受不住高温，擅自跑到了凉爽的山腰。而几天之后，小美找到小猫的时候，发现它已经死于无常的天气了。小美在山谷有2个家，一个是狩猎小屋，用于冬天避寒，另一个呢是夏季牧场，用于夏天居住。如今冬天终于过去，她便从狩猎小屋搬到了夏季牧场。这里辽阔的景象让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她晨起暮归，沐浴阳光，感觉就像有人暂停了时间。这种感觉呢，不能说是幸福，但已经可以称作是安宁。然而刚享受完这惬意的时光没多久，小美在报废的汽车里发现了一张地图，看到里面的标记，小美又萌生了离开这里的想法。她已经被困深山已经3年了，想过许多逃离的方法，却没有一样是行得通的。从刚开始的暴躁变为冷静，紧随着是享受这里的生活。可当她发现车上的地图时，又再次燃起了逃离这里的想法。天刚微微亮起，小美就带着狗翻越过一座高山，走进了一片茂密的森林之中。她拄着拐杖慢慢地向里伸，突然小美看见了一辆夹着木头还在微微摆动的伐木车，似乎像是被动过一样。就在小美准备上前查看一番的时，前面又出现了透明墙。没办法，小美只能带着狗狗打道回府。在这里，小美经历了大雪纷飞的日子，也经历过酷热的夏天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过着。不过有了地图后，小美就没有放弃，她会时不时带着狗翻越每一座大山。就在这时，狗目视前方，像是看到了什么，立马冲了上去。小美见状，不敢让狗狗单枪匹马地上，只能在后面紧追不舍。经过一阵追逐，小美终于在这几年里看到第一个活人。可还没了解清楚状况，这个活人像是发了疯一样，拿着斧头砍向自己的狗。小面前大事不妙，立马冲回了家，拿出猎枪来，对着这个男人就是来了一枪。凶恶男瞬间倒在了地上，而狗也躺倒在地。小美最终还是晚了一步，没能救下狗。她抱着死去的狗伤心不已，可事已至此，已经都无法挽回了。好好的安葬完狗后，就将这个陌生男人的尸体扔进了一个再也不想看见的角落。忽然感觉到从未有过的疲惫。这一晚，她坐在山丘的长凳上，脑海里不时掠过卢克斯奔跑的样子。晚上的山风很冷，但是小美比山风更冷。秋天再次来临，小美拼命劳动，想麻醉悲伤。终于有天，她因疲惫而停止了劳动，结果发现自己不仅不再悲伤，甚至失去了所有的情绪。她看向窗外，阵阵乌鸦嘶叫声传来。回到了家里，小美拿起笔记录下，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写日记录，因为小美已经在最后的纸上面也写满了字。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，小美一个人过了整整3年的时间。电影到这里就以一大段的留白结束了。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结局呢？我觉得既然封闭的山谷象征着小美的内心世界，那么男人便象征外面的现实社会。男人的突然闯入本质上是小美内心和现实社会的一次互动。这次互动最终不仅恶化成了冲突，甚至还杀死了女主内心最大的情感寄托。从此她再也不对外面的世界抱有期许，彻底化为了那只离群索居的白色乌鸦。所以从表面上看，这只是个小美被困诡异空间，不停捡到动物，动物又不停死于非命的故事，非常简单。但从象征意义上看的话，小美首先是陷入了突如其来的抑郁，
此后呢，不断找到精神寄托，内心一次又一次的坚强起来，并且鼓起勇气和现实社会进行接触。然而现实社会却无情摧毁了他最大的情感寄托，并将他推向有去无回的孤独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时突然觉得孤独呢？如果那时有心情看电影的话，强烈建议看看本片，相信一定会有触及灵魂的体会。那么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一个800多斤的瘦小伙被困在了铁桶里，这让小伙感到十分难受，于是他赶忙呼喊朋友们救他出来。可当女人一脚踩进沙子，脚瞬间就被沙子吸住，无论他怎么使劲都挣脱不掉。男友见状想要过去救他，可他还没跑几步就被沙子绊倒，接着恐怖的一幕发生了，要命的沙子瞬间就吞噬了他的半边身体。随着一声惨叫，男人活生生被拽进沙子底下。这恐怖的一幕瞬间把几人吓得不敢动弹，铁桶里的瘦小伙也终于老实下。此时凯莉蹲下身子，用手慢慢靠近沙子，只见一根根触须爬了上来，还会随着凯莉的手掌移动，但它们的攻击范围似乎有限，只要不接触沙子应该就不会被攻击。几人都不敢再轻举妄动，只能待在原地等待救援。突然凯莉发现不远处有一个破碎的蛋壳，几人瞬间想起昨晚的事。原来昨晚他们在海边尽情畅饮，为了让大家能够更自由玩耍，小哥没收所有人的手机，放进车子的后备箱里。海滩上不断回响着人们的欢呼声。酩酊大醉之后，小胖和万斯在海边发现了一个黏糊糊的肉球，可放纵的人们并没有在意，他们继续肆无忌惮地玩闹着，直到昏睡在海滩上。第二天，慵懒的阳光照亮整个沙滩，凯莉昏昏沉沉地从沙滩救护站醒来，看到男友约拿竟然在和别的女生亲热。受伤的凯莉随即便准备离开，可就在她动身之际，却发现外面安静的有些异常。昨晚满沙滩的人也莫名的少了许多。而这时，一只在沙滩上觅食的海鸟突然动弹不得，被什么东西拖进了沙子里。凯莉瞬间吓得目瞪口呆，虽然不知道沙子下到底有什么怪物，但她隐隐察觉到有危险逼近。凯莉立刻提醒其他人不要碰沙子，却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。现如今他们孤立无援，全部手机都被放进后备箱里，也根本无法求救。约拿试图开车离去，不料车子的电池昨晚已经耗尽。车上的罗尼拿出笔记，写下所有对母亲想说的话。众人开始梳理天亮之前发生的事，他们认为其余人并没有离开，而是被沙子里的怪物所吞噬。由于昨晚那个奇怪的肉球已经破裂，他们也随即推测肉球其实是一个卵，它在篝火的炙烤下才孵化出了怪物。凯莉灵机一动，她拿出烤肠开始向远处扔去。起初众人都不理解她浪费食物的做法，直到被扔向另一边的烤肠没有被沙子吞没，大家才意识到怪物暂时只在这一片区域活动，只要众人想办法跑向另一边，他们就能逃过一劫。不愿坐以待毙的约拿随即开始尝试，他利用车上放着的2个冲浪板交替踩着，靠近了不远处的野餐桌。就在他准备跨上木桌的时候，脚下突然一滑，没曾想怪物借机继续移动冲浪板，随着冲浪板离木桌越来越远，尽管约拿拼命支撑自己的身体，不让自己掉在沙子上，但肚皮却还是被怪物的触手碰到。幸好约拿凭借着求生的本能，艰难地爬上了野餐桌。紧张的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虽然约拿的肚子被怪物折到，但他还是忍着疼痛，开始翻看野餐桌上的背包。过程中，约拿发现怪物不会透过燃烧的灰烬袭击他，可他被折过的伤口却突然开始溃烂。凯莉见状，便冷静地指导约拿回到了桌子上，并将包内的饮料拿给了众人。可就在分出最后一瓶饮料的时候，约拿的伤口突然撕裂，无数的脓水喷溅而出，他的肚皮变得千疮百孔，血肉模糊。最终约拿痛苦地瘫倒在桌子上。而此时沙滩上的冲浪板竟然被怪物移走，一些细小的触须还扎坏了汽车的轮胎。意识到这样下去并不是办法，很快这里的东西都会被怪物所吞没。罗尼挺身而出，他决定冒险打开后备箱，帮众人拿出后备箱里的手机。他交代钱达如果没有成功，一定要把信交给他的母亲。可事实上这个办法确实是不可行的，因为罗伊的小腿会挡住后备箱的门，一旦疏忽，他就会掉入怪物的嘴里。于是凯莉等人又找来了应急钩。应急钩的帮助下，罗尼颤颤巍巍打开了后备箱的门。但这时驾车前来的海岸巡警突然鸣笛，罗尼受惊之下被盖住的后备箱夹住了手指。但好在警察的到来让几人重新看到希望，他们焦急地提醒着警察千万不要接触地面，沙子下有怪物出没，并让警察快点呼叫救援。没曾想警察竟然以为众人聚众享乐，导致产生了幻觉。他根本不相信几人的话，径直从车上走了下来。几人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，可没曾想警察的脚着地的那一刻，竟然什么也没发生。原来怪物只要没接触到皮肤，就无法吞噬人类的身体。警察四处巡视，发现约拿的肚子上已经没处好皮肤，为此他感到十分疑惑不解。而小胖被困在垃圾桶里，亦让他感到尤为奇怪。执勤20多年，这是警察见过沙滩上最为诡异的一天。
眼看警察不相信几人，凯莉决定采用激将法，让警察把其他同事叫来。谁知警察却根本不吃这套，甚至还出言嘲讽凯莉。他不相信几人荒诞的说辞，坚持要几人下来跟着自己去警局。眼看几人不服从，警察决定用胡椒喷雾器惩罚几人，却不小心将钥匙碰掉。他俯身去捡的刹那间，被沙子里的怪物狠狠粘住。凯莉见状，赶忙提醒他用辣椒喷雾驱退怪物。警察拼尽全力，终于将胳膊从怪物口中拔出，但极为恐怖的是，他的小胳膊已经被怪物吞噬干净，鲜血不断从大臂喷射。警察痛苦地尖叫着，他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最终因为失血过多瘫倒在地。怪物吸附在警察的脸上，触手一点点深入警察的肌肤，最终一个大活人被怪物生吞活剥。凯莉明白一切都已经来不及，她抓住机会拿到胡椒喷雾器，心想或许这个东西能够帮助他们。受到启发的米奇有了自己的计划，他准备穿上拖鞋，用毛巾衣服保护脚，再加一层胡椒喷雾器的防护，以飞快的速度跑向怪物活动范围的边缘。可就在他探身去接钱达扔过来的浴巾时，一个没注意和栅栏同时掉在地面上，怪物迫不及待地伸出无数触手，吸附在米奇身体的各个部位。米奇渐渐失去了知觉，最终怪物的触手残忍穿透米奇的身体，无数只鲜血淋漓的触手跳着狂欢的舞蹈。凯莉擦了擦伤心的眼泪，重新振作起来。她明白，如果自己不采取行动，剩下的同伴和自己都将会落入怪物的口中。她拆掉护栏，让钱达放在车上，自己则从他纵身一跃来到汽车上，先痛快地给了钱达一巴掌，一解他勾引自己男友的仇怨。随后凯莉喊醒约拿，重振他的精神，便与钱达一起将罗尼的手指从后背向内拔了出来，并叫上小胖一起行动。他需要小胖转过身来，看着几人是如何逃生的。在狭窄的垃圾桶里，小胖庞大的身体塞在里面，已经遭受了巨大的痛苦，更别说移动自己的身体。尽管如此，小胖为了活下去，还是拼尽全力转动自己的身体，而利用护栏搭建了桥梁。钱达与凯莉成功移动到了野餐桌上，受伤的罗尼也紧随其后来到了野餐桌前。但这时沙子中的怪物却拖动了护栏，这导致罗尼重心不稳，直接倒在了沙子上。虽然凯莉及时将辣椒喷雾喷在了沙子上，但怪物只是暂时退去，罗尼还没来得及起身，便瞬间被怪物拖进了沙子里。所有人瞬间陷入恐慌和悲伤之中，丝毫没有注意到怪物开始对小胖下手了。无数触手盘旋在垃圾桶上，他们贪婪地吸吮着鲜血，触手也变得越来越长和强有力。现如今只剩下4人存活，钱达决定拼一拼，将衣服绑在脚上跑向警车，看看有什么能够应急的东西。几人焦灼地注视着钱达的脚下，好在他顺利跑到警车上，可没曾想，就在众人欢呼雀跃之下，小胖突然感觉到垃圾桶里有东西在动，正是那些吃人的恐怖怪物。他们穿透垃圾桶的底部，吸附盘旋在小胖的身上。而令几人更没想到的是，怪物在吞噬过这么多人之后，触手也变得无比庞大。伴随着小胖的惊恐尖叫声，怪物的触手猛地吸附在他的身上，强有力地将他拉入沙滩下。又一名同伴的丧生对凯莉和钱达造成了巨大的打击，二人痛苦地流下伤心的眼泪。却不料怪物再次偷袭，长长的触手攻击钱达，因此跌在车上。凯莉绝望地呼唤着他，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办。终于在夜幕降临之后，钱达醒了过来，这也重新点燃凯莉的希望。他扔下警车上的救生艇，二人相互搀扶，拼尽全力把约娜接回警车上。就在凯莉对约拿深情告白时，地面突然产生剧烈晃动，享受完所有人的身体和血液的怪物赫然出现。它已经和白天大有不同，细细的触手变得粗壮无比，表面还覆盖着蓝色的剧毒。它不断在四周潜伏袭击。凯莉明白他们已经无处可逃，于是找到警车后面的汽油桶和火柴，要与怪物决一死战。汽油引燃火柴，怪物瞬间发出无比痛苦的咆哮和怒吼，可那仅仅只是怪物的一只触手而已。在经历过火烧之后，怪物伸出无数双触手攻击凯莉二人，他们躲在狭窄的汽车里瑟瑟发抖。最终怪物因为打不开车门离去，危险已经消失，但钱达和凯莉仍旧恐惧不已，他们为自己的同伴们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终于浑浑噩噩的一夜过去，身受重伤的约娜已经没了呼吸。一个在附近冲浪的青年敲响车窗，凯莉和钱达才意识到噩梦已经结束，二人颤颤巍巍地尝试用脚接触地面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港风港影，今天要为大家讲解一部名为《隐形人》的惊悚悬疑片。前方剧透预警，请注意避雷。这部电影围绕即将以优异成绩毕业的高中生尼克展开。他的父亲几年前突然去世，之后母亲戴安接管了一切。他重整旗鼓，稳定了财务状况，并开始事无巨细地管理儿子的生活。戴安希望儿子选择安全传统的职业，但成绩优异的尼克热爱写作和文学。事实上，他想跳过毕业典礼，去伦敦参加作家研讨会项目。场景切换到鲍威尔家，
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正在进行。一家之主戴安起身致辞，赞扬儿子的学业成就。他举杯为尼克庆祝，并送上一份刻有他名字的礼物。然而，尼克对这个为他举办的派对并不感兴趣。他离开客人，拿了块蛋糕，走进车库。他坐在工作台旁，突然拿出一把猎枪对准自己的脸。但这一切原来只是一场梦。尼克惊醒在清晨。不久后，他下楼来到厨房，母亲正坐在餐桌旁。他准备了笑脸形状的煎蛋和培根早餐。戴安正在读报纸，尼克打断了他。他问母亲是否考虑过伦敦的作家研讨会。戴安敷衍地回答说不需要考虑，因为尼克早就知道他的态度。显然，他希望儿子留在美国，专注于事业。这糟糕的一天开始后，尼克骑上自行车去学校。原来他靠替同学写作业赚钱。他在走廊里把作业交给一个朋友，快速赚了一笔。与此同时，尼克的好友彼得、伊根在男厕所被一群学生欺负。这群人的头目是凶悍的女孩安妮·牛顿，她经常参与各种轻微犯罪。几天前，他把偷来的手机卖给彼得，当时只收了一半的钱。现在他想要剩下的钱，但彼得身无分文。安妮威胁要砍掉他的手指，如果他不尽快给钱的话。然后他离开厕所，手下们跟着他走了。午餐时间，尼克找到安妮一伙，提出替彼得支付买手机的钱。他把一叠现金放在桌上，问安妮够不够。然而他并不领情，让他别多管闲事。尼克却在安妮耳边说他有精神病，很快便打在一起。两人被押往校长室。面对校长的质问，尼克戏谑地说他暗恋我，但校长没心情开玩笑，立即让安妮回家。他警告尼克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没有前途的人身上。另一边，安妮回到她破旧混乱的公寓，与继母、父亲和弟弟维克多同住。继母正忙着抽烟看电视，无视所有责任，这激怒了安妮。她斥责继母不给维克多喂饭，她威胁继母从沙发上起来，不要整天抽烟。继母向丈夫抱怨，让他说点什么，但他同意安妮的说法。很快，夫妻俩开始争吵，满屋子都是大声的脏话。但安妮似乎已经习惯了，她只是喂饱维克多，然后回到自己房间。那天晚上，彼得来到尼克家，两人聊了起来。彼得问尼克是否要参加同学举办的派对，尼克回答说他不去，因为他有别的地方要去。然后他把一本书递给彼得，里面藏着一张去伦敦的机票。彼得这才明白好友要飞去参加作家研讨会项目。他问鲍威尔太太是否知道这件事，尼克回答说他不知道。他声称自从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事无巨细地规划他的人生，让他感到窒息。与此同时，安妮与混混男友马库斯前行在夜色中。马库斯撬开了一辆看起来很贵的汽车，安妮这个疯批美人抡起撬棍猛砸珠宝店橱窗，从里面偷走了一条漂亮的项链。当警察赶到时，两人开着刚偷的车逃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与犯罪男友度过一夜后，安妮准备去学校。马库斯要求她把装有被盗珠宝的包留下，安妮冷笑摔门而去，这让马库斯非常愤怒。5分钟后，气急败坏的他抄起手机按下报警电话。校园储物柜前，安妮正藏匿赃物时，暗处彼得恰巧撞见这致命瞬间。事情开始变糟。不久后，警察来到学校，以盗窃罪逮捕了安妮。他们还撬开她的储物柜，发现了被盗的珠宝。安妮随后打电话给男友，告诉他自己被捕了。马库斯则假装无辜。尼克回家，母亲告诉他航空公司打来电话，他透露他的航班改期了。显然他已经知道伦敦之行。尼克惊慌地说他可以解释，但母亲对他的行为感到失望。夜幕降临，赴宴的彼得在小巷遭安妮团伙堵截，他以为是彼得告的密，想要报复。可怜的彼得太紧张了，当场编了个谎话，以为尼克已经飞往伦敦。他谎称是尼克向警方举报的。派对霓虹中，临时改变主意的尼克随手将机票塞给陌生女孩。独自离场的少年不会想到，暗处那辆破旧轿车正幽灵般尾随。当行至僻静路段，5个黑影将他扑倒在地。车厢里，彼得目睹挚友被欧治吐血，安妮的高帮靴重重踩在尼克胸口，讽刺地问他现在谁才是神经病，永远是你这个疯子。尼克的嘶吼点燃最后导火索，癫狂的安妮一记飞踢，少年如断线风筝滚落陡坡，后脑撞上岩石的闷响令所有人僵在原地。触摸到微弱的脉搏后，混混们颤抖着将尼克拖进丛林。月光下，少年腕表悄然坠，尚存一息的躯体被碎石掩埋。事件发生后，安妮决定去男友家。她很快到达那里，立即向马库斯坦白自己杀了尼克。她恳求男友帮她编造一个可信的故事来掩盖罪行，但马库斯试图赶她走，因为他害怕警察也会找上她。安妮被这种背叛激怒了，她提醒男友自己可以揭发他多年来偷车的所有地点。然后她走到附近的桥下，烧掉了自己的衣服。翌日朝阳初升，令人震惊的是，完好无损的尼克第二天早上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。他像往常一样去学校，试图和同学交谈。然而尼克很快发现没有人能看见或听见他，他甚至试图制造骚动，把一本书扔向书架，但教室里没有任何反应。尼克随后来到校长办公室，听到母亲在打电话，母亲的哭诉电话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。困惑而害怕的尼克试图跑回家，却在路中间被车撞了，轿车将他撞飞10米，巨型货柜车从他身上碾过，
而路人们仍在谈笑风生。不久后，尼克回到家，看到母亲正在和当地警方通电话，他试图引起她的注意，但和其他人一样，他听不见也看不见她。原来他已经报案儿子失踪，警方正在寻找他的下落。尼克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死了。警探凯特与布莱恩在丛林边缘发现异常，新鲜轮胎印记旁散落着后视镜碎片。走访中，他们得知安妮与尼克曾在校园爆发冲突。当布莱恩警官登上安妮家的屋顶，这个曾与他共事过的老刑警之女正嚼着口香糖撒谎。自那场争执后，我再没见过她。密林深处，搜救犬的狂吠惊起群鸦，而尼克卧室窗外，一只濒死的知更鸟正抽搐着，另一只同样模样的灵鸟却停在他肩头。它看起来和受伤的那只一模一样。尼克把它抓在手里，但当外面的鸟死去时，活鸟也消失了。少年猛然顿悟，自己正处于灵魂出窍的状态，肉体消亡之时，便是魂飞魄散之际。与此同时，布莱恩警探来到马库斯的车库，询问珠宝店抢劫案。马库斯说他对此一无所知，并谎称自己当时在这里工作。但警探并不完全相信，他让马库斯如果见到安妮就联系警局。晚些时候，紧张的马库斯在街上拦住彼得，告诉他警方正在追查自己。两人回到树林，来到尼克最后出现的地方。他们悄悄把尼克的尸体从排水沟里搬出来，转移到另一个地方。随后，马库斯决定一劳永逸地摆脱安妮，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失控了。他要求和安妮在火车站附近见面，说只是想和他谈谈。安妮则打电话叫彼得也来见面地点，完全不知道他已经被警方跟踪。不久后，三人到达指定地点，马库斯立即表明意图，掏枪对准安妮。他命令彼得闭嘴，并让他回家。但就在这时，几名警察赶到现场。安妮利用混乱夺过马库斯的枪，逃到安全的地方。暴雨夜，安妮潜入尼克房间，泛黄照片里的童年尼克与他同样生长在破碎家庭。当指尖抚过那张与自己如出一辙的孤独面容，此刻他才惊觉，自己杀死的竟是世上最懂他的人。但就在安妮想了解更多时，尼克的母亲突然进屋，他被迫逃跑。他冲进树林，来到最后一次见到尼克的地方。令他惊恐的是，安妮在排水沟里找不到尼克的尸体，不过他在附近发现了一包尼古丁口香糖，这让他相信马库斯也来过这里。很快，安妮找到男友，用枪逼着他来到一处悬崖边。马库斯最终承认他把尼克的尸体从原来的位置移走了，现在尸体就在附近水坝的底部，水坝将在半小时后开闸。听到这里，安妮试图离开，但藏着手枪的马库斯朝她的腹部开了一枪，安妮还击，击中了他的肩膀，他受了重伤，但还是打电话给布莱恩警探，告诉他尼克尸体的位置。不久后，警方赶到当地水坝，及时找到了尼克，他立即被送往医院，住进重症监护室。尼克虽然从冰冷的水中被救出，但生命依然垂危。浑身插管的尼克在生死线上挣扎，而灵魂正悬浮在手术灯上方。只要肉体撑过今夜，他就能重返人间。走廊尽头，因枪伤大量失血的安妮跌跌撞撞地走进医院，她的良心备受煎熬，想要为自己犯下的所有可怕罪行赎罪。于是她走进尼克所在的重症监护室，请求他的原谅。安妮躺在他身边，慢慢的，尼克的灵魂回到了自己的身体。不幸的是，此时安妮已经失血过多，最终不治身亡。监护仪响起刺耳长鸣，安妮的血色在床单绽开成彼岸花。爆裂太妹化作天使消散时，没人看见她嘴角释然的微笑。小美将同伴的尸体推进挖好的坑中，但第二天，小美却意外发现同伴的尸体不翼而飞，而且现场的惨烈程度让小美忍不住的后怕。她这可是在荒无人烟的荒岛上，是什么东西会连死人的尸体都不放过？小美想不明白，可却也不得不赶紧制造一个防身的武器。原来在3天前，小美被飘到荒岛上，起初她还有一个受伤的朋友作伴，但同伴却不幸被珊瑚扎中身体。有点常识的应该都知道，插进去的东西不能随便拔出来，但小美不知道。可看着痛苦不堪的朋友，她果断拔下了朋友身体上的珊瑚，虽说有止血，但已经没救了。当她好不容易找回可以饮用的椰汁时，朋友已经愉快地领了便当，现在只剩下自己一个人。他无助地在岛的四周环绕了一圈，发现并没有其他幸存者，壮着胆子走进了丛林深处。谁知竟然真的发现有人生存过的痕迹，在对方遗留下来的东西内，他发现了火柴，还有些可乐。火源倒是解决了，但现在生火有点晚了，而且晚上还下起了暴雨。无奈之下，小美只能躲在了树叶下面，先熬过这一晚。第二天醒来，因为昨天的暴雨，岸上有了不少鱼。小美这得有多幸运啊！不过那条小鲨鱼竟然浑身是伤，这让小美觉得很奇怪。但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看着那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小美的内心是绝望的。如果一直没有人发现她在这里，那是不是要在这里老死呢？随后她进入到小岛的内部，在这里她发现了一个坟墓，显然有人死在了这里。看到这个小坟墓，小美想到了自己的朋友，总不能让朋友一直曝尸荒野吧，所以她挖了个坑，将朋友给埋了下去。
但是隔天早上，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当小美靠近朋友埋葬的地方，发现朋友的尸体竟然不见了，显然被什么可怕的生物给拖走了。因为这件事情，让小美都不敢睡觉。好不容易熬过了一晚上，削出一个防身的木棍，她警惕地在岛上巡视。突然，海里似乎飘着什么东西，等游过去才发现是一个行李箱和水桶，说不定周围还有其他有用的东西。小美下潜到更深处，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引起了她的注意。仔细看，洞穴周围的泥沙还源源不断地被吸进去。小美害怕地拖着行李箱和水桶就回到了岸上，不过里面除了几件衣服外，并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。要想成功逃离荒岛，她还要想其他办法。深夜的时候，小美听到了飞机的声音，急忙拿出信号枪对着天空发射，可惜飞机并没有飞到这边，这让小美绝望了。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，现在却又成这样。当然，最绝望的不是这个，因为信号弹引来了一个身形巨大的海底怪物。小美慌忙躲进树林里面，她趴在一个隐蔽的地方，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光是听着怪物的低吼声，小美就知道她手里的木棍根本伤不了怪物分毫。小美更是从找到的盒子里面看到最初待在这里人的照片，看到一些照片中竟然拍到了那怪物，显然这个荒岛一点也不安全。小心地熬过这一夜后，小美觉得她必须要赶快离开，而她能利用的只有捡来的行李箱和救生衣。她将救生衣牢牢地绑在行李箱里，然后毅然决然地下了水。可显然，她低估了自己的体重和行李箱的不稳定性，三番五次失败的尝试让她彻底崩溃。但走不出荒岛，就意味着要时时刻刻提防怪物的袭击。无奈之下，小美只能躲在了那个枯萎的树根内，不然被发现估计分分钟就会死。夜里怪物如期而至，似乎因为没有发现食物，生气地对着木头发怒。好在他没有发现小美在里面，破旧的树洞能保护得了他一层，但显然支撑不了第二次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一个计划在小美脑海中诞生。白天相对晚上来说是安全的，小美为了引出怪物，看看怪物到底是什么样子，特意抓了一只鱼，用绳子吊在树上，但怪物没有看到，食物竟然没了。在这个岛上多待上一天，危险也多一分。岛上经常会漂浮上来各种东西，比如同伴的尸体，当然这个尸体只剩下一半了，所以小美用这个尸体做诱饵。这次她果然看到了怪物，尸体还被她给拖入到海里。一阵飞机的轰鸣声响起，小美顿时激动起来。见怪物已经消失，她刚准备起身呼救，谁知怪物突然出现在面前。小美赶紧停下动作，紧紧捂住自己嘴巴，险些被发现。好在怪物没一会就离开了，小美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但她必须想办法逃离这里。这时，小美突然发现海上竟然飘来一个救生艇，来不及多想，她赶紧游了过去。等离近一看，才发现是在海难中失散的男友和闺蜜。上岸后，小美赶紧收拾行装准备离开，但男友跟闺蜜却不想走。他们受够了在海上漂泊的日子，好不容易找到陆地，想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。尽管小美极力解释这里有吃人的怪物，男友也不为所动，反而觉得是女友疯了，并大声呵斥小美。小美只能到海中冷静一下，焦急地思考今晚该怎么度过。但男友跟闺蜜却悠哉地在沙滩上散步，丝毫没把小美的话放在心上。无奈，小美只能偷偷收拾好物资，绕过男友跟闺蜜的视线，打算独自逃离。可就在她即将成功时，男友跟闺蜜发现了小美的举动，大吼着冲向救生艇。小美见状赶紧先跳上去，可还是被男友抓住，闺蜜也赶紧过来帮忙。情急中，小美一脚踢翻了闺蜜，可还是被男友拽了下来。接着两人开始了激烈的争吵，可下一秒，小美被打晕过去，缓缓沉入了海中。等她夜晚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在树上，果然猪队友能把自己给坑死了。此时的小美可没有什么心思去听他们说的，因为四周极有可能潜伏着怪物。果不其然，闺蜜在海边愉快的游荡的时候，被怪物给袭击了，尖叫声响起，男友赶紧抓起火把冲了出去，对着面前的怪物砸了下去，但并没有什么用。怪物反手就是一个大耳光，将男人打飞出去，接着便跳入海中。这时的男友还想救海中的闺蜜，可闺蜜下一秒就被怪物拖入了水中，男友瞬间呆愣在原地。好在小美挣脱了绳索，带着她躲了起来。现在她如果还不相信小美说的，那真的是有点傻。荒岛显然已经不安全了，他们需要想办法尽快离开这里。第二天，终于意识到错误的男人像个犯错的孩子一般，小心翼翼地看着小美。小美见他这副模样，还是心软了，并没有责怪他。随后两人便坐着救生艇出海了。两人分工明确，一切都在井然有序中进行。可突然，男友发现一个不明物体游过，刚准备仔细查看，怪物突然发起攻击，将男友抓伤。小美见状，赶紧封住入口，试图阻止怪物进入。情急之下，男友拿起信号枪攻击怪物，却没击中，反而弄得船舱内都是烟雾。
熏得两人睁不开眼睛。接着，男友再次打出第二枪，成功击中怪物眼睛，怪物吃痛逃离了船舱。突然，小美被怪物拖到了海底，好在小美身上有一把刀，狠狠刺中了怪物腰子。怪物无奈放开了小美，但她并未离开，而是游向了前来救她的男友。小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友被带进深不见底的海中潮血，却什么都做不了。小美艰难地回到沙滩上，男友的死让她的眼中充满了仇恨，同时她也明白，除了杀死怪物外，自己根本没有活下来的可能。她削尖木棍制造出大量的长矛，可木头的强度实在太低，一不小心就会折断，明显不足以跟怪物搏斗。但为了能给男友报仇，她不得已将自己的手伸向了同伴的坟头，用力地把他脑袋拽下来，将骨头砸碎，挑出里面最尖锐的部分，确保能将怪物一击必杀。随后设计了火圈陷阱，现在就等晚会开场了。到了晚上，怪物成功被火光吸引，来到了岸边。等怪物到达火源附近，周围迅速燃起一圈火焰。见到这情况，怪物有点不知所措起来。趁着这个空档，小美手握长矛，狠狠刺向怪物腰子。得手后，小美没做停留，赶紧躲到树后，等待下一次机会来临。可惜怪物还是比较强悍的，小美只能以速度战胜怪物，左边搓搓，右边搓搓，最终才将这个怪物给干掉。当怪物倒地后，小美还不忘补上最后几刀，这才是真正主角该做的事情。做完这一切，小美如释重负地坐在地上。可接下来她却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举动，那就是割下怪物的脑袋，然后拿着怪物的头颅在岛上开始游荡。此时的她成为了岛上真正的王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